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今天呢，要带来很久没有讲的我自己近期的大宝的童年日记，其实就是关于我跟我自己身体上面的病痛的一个和解吧。今年的8月，也就是进到农历7月之后，很奇妙的开始有真的非常多很疲惫的感觉出现。那当然不晓得跟鬼月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我相信也有啦，因为确实会感觉到空间变得很热闹，然后很多的意念变得很热闹，再加上我跟凤凰还有我们频道的团队，我们要办很多的实体的活动，然后还有要去马来西亚举办传讯的分享会，然后举办实体的活动等等的，会疲累到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多做点什么了，我没有办法再回答你的问题了，我没有办法再好好读这些留言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服务你们胜过于服务我自己了。我进入了一个状态是责备我自己，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累到变得很不善良？我是不是累到变得很自私？然后开始进入一种很奇妙的自责的状态。其实这种内在打架并没有办法真的有什么结果。也是只能躺在床上，然后觉得我跑不动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跑不动了。渐渐的，我从否认、从抵抗开始放松，然后去接受自己的状态，甚至也让这样子自责的情绪可以通过自己。然后当它通过的时候，我就放松了，然后很多东西开始流动了，我的湿疹开始慢慢的好转了。说到湿疹这件事情，我今天也很想要聊一聊我后来怎么样跟它和解。因为湿疹出现的时候，大概在1年多前，我们开会员频道的时候开始同步发生的。开会员频道对1年多前的我来说，其实是非常挑战自我价值感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那时候很难相信，我只要做我自己，然后大家就会花钱看我做我自己，好像我不用特别为对方做点什么。但是我就好像会被付钱呢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凭什么？不行吧，我要更努力才行，我要给更多，我要表现更好。结果这1年多来，我都不太敢休息，因为我会一直想着我要怎么样给更多给会员，我才不会辜负他们每个月订阅我们的会费。湿疹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。那在这1年多，我也试了中医、西医，甚至各式各样的另类的疗法，就是我要累真的不行了，倒了，我才要休息。到现在是，时间到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不能再做了。就是我会变成从一个消极的休息转变成主动的休息，我的身体就渐渐的开始有所转变了，它开始康复了，开始不再有那么多的慢性病出现了，然后湿疹就越来越好了。然后我才发现到说，原来这个湿疹它确实真的是一个提醒我的礼物，提醒我的一个小闹钟。然后到后来我真的愿意放松，愿意去休息跟倾听我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开始跟我的身体渐渐的达到了一个更舒服的状态。尤其是在今年的内观之后，我发现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越来越明显。所以后来就来到了现在，我湿疹基本上已经好了差不多95%，没有好的那5%，那就是我如果又不小心太努力熬夜了，或者是太努力忘记吃饭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出来。所以我就发现它真的跟我的休息是息息相关的。最近就是刚好又重读了我很喜欢的一本书，是我之前曾经介绍过的比约恩的《我可能错了》，他是一个瑞典的佛教僧侣。他里面有讲到一段关于他自己得了渐冻症以后，他跟身体的一个和解。他写了一段话给他的身体，然后我觉得我深受感动，我想要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。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意自己外表的种种，对于一切不如己愿的样子，我自怨自艾。但今天我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截然不同。他感觉更像是一位我的老友，长久以来我们一起风雨同舟，我们都不再年轻了。我心怀感恩，想要赞美我的身体。身体啊，谢谢你每一天都竭尽全力。现在你正在打一场苦仗，我懂。你现在的一切都得付出代价，
然而，你仍然为我竭尽所能，即使你现在连自己需要的空气都得不到。我正尽一切所能帮助你，我知道这还不够，还差很远。然而，你继续奋斗，日复一日付出自己的一切，你是我的英雄。我保证，一旦又有一个动作你做不来，我绝对不会生你的气。我保证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常好好倾听你的声音。我保证不会向你所求超出你能力和没有意愿给予的事。对不起，我以前总是这样做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郑重承诺，当你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会尽自己所能的臣服与心怀感恩，在接纳与信任中安息，并因为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人生感到喜悦，也用坚定和无畏的声音对你说：顺从你的意愿，而不是我的。我们常在谈身心灵，好像却很容易忘记，其实身体是第一个最需要受到照顾的部分。我们常常会在这个状态下忽略了它，却忘记它可能是第一个最直接影响着我们在这个3D 世界所行走的一切，然后没有去倾听它，然后会勉强它，希望它做更多，为什么不够好？为什么不够漂亮？为什么没有力气？为什么现在会累了？然后常在这个样子的状态下，并没有真的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他不够好的时候，就赶快喝一下提神饮料，喝一个咖啡，或者是喝一些酒，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其实都是让他负担很大。我觉得我读了这一段以后，开始把身体摆得更前面一点了，能够勇敢的跟其他人说：“我累了，我不行了，你们跑太快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今天没电了。”可以勇敢的为自己去发声，为自己的身体去发声。我觉得这就是我这快2年来，就是我湿疹好的关键的原因。那如果在荧幕前面的你，也有被一些慢性的疾病或慢性的症状给干扰很久、困扰很久的话，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多倾听你的声音，多顺从它，然后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我也差不多要休息了，先这样了，再会。